如果你的孩子没有选择你非常看好的专业，随他；如果你的伴侣对你的询问反应冷淡，随他；如果你的父母想要放弃你辛辛苦苦给他们申请的绿卡，随他们；如果你的朋友他们一起出去聚餐却没有通知你，随他们。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一定有很多情绪，随他们。也许并不是你的做事风格，你有100个理由觉得自己的意见更明智，100个理由觉得别人这样做对你不公平，你有申诉、抱怨、气愤、嫉妒的理由。这一次，请你试着改变一下，随他们。下面我来讲一讲为什么。成年之后，尤其是40岁之后，女性常常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经历着家庭、事业和自我成长的交织。在这个阶段，我们渴望掌控生活，渴望他人的理解和回应我们的需求，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伴侣的冷淡，子女的反叛，同事的不配合，朋友的忽视，这些不被满足的期待容易让我们陷入焦虑和内耗。随他们 ，let them， 正是一种在混乱中寻找平静的智慧。它帮助我们放下对他人的控制欲，接受他人的独立性，从而解放自己的情绪，重拾内心的平衡。美国最著名的播客创造者 Mel Robbins 去年年底出了一本畅销书，名字叫《The Let Them Theory》。他就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随他们并不意味着妥协、放弃或者是被动接受，而是一种心理上的主动选择。你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跟节奏行事，不试图干涉或者是改变。你理解别人的反应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个性、经历跟价值的体现。你把注意力从改变别人转移到管理自己，专注自身成长和心理平衡。换句话说，随他们是减少干涉，让别人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你管理好你自己就行了。为什么随他们如此重要？成年女性往往承担着多个角色，母亲、妻子、女儿、职业女性，这种身份的叠加使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掌控欲更强，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控制欲的本质实际上是对安全感的需求。人类天生追求掌控感，因为掌控就意味着安全。在远古的时候，掌控环境是生存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中呢，这种机制又转移到人际关系中，通过控制别人的行为和态度，我们获得安全感。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希望伴侣第一时间回复你的短信，是因为你渴望被关注、被在乎；你希望儿女按照你的规划成长，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才安全。尤其是第一代移民，在异国他乡，没有亲人、朋友，也没有深厚的交往，面对生活、工作、疾病和困难，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对待子女的时候，容易把寻求安全感应用到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后去干什么工作，找什么样的伴侣等等方面，跟孩子自己的选择存在偏差。过度的控制会引发反感和冲突，反而破坏亲情。对于被拒绝和忽视的恐惧也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成年女性常常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交圈的被忽视感。老公最近有些冷淡，让你首先感到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孩子对你付出的不理解，让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同事在工作上的不配合，让你怀疑我是不是不够好？随他们，就是让你从这种被拒绝的焦虑中解放出来，理解他人的反应跟你自身的价值没有关系。比如，朋友没有回复你的信息，随他们，因为你的重要性并不需要朋友来证明。子女不理解你的好意，随他们，
因为他们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控制他人常常要付出代价，也就是心理内耗。回想一下，你试图改变别人，是不是通常没有结果，反而陷入情感消耗和自我怀疑中？因为你可能会不断地揣测别人，希望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结果呢，让自己焦虑不安。你有时候会讨好，有时候会指责，希望别人跟你配合，结果呢，却适得其反。当对方不按照你的期待办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愤怒和失望。随他们就是让你停止这种情感绑架，不仅解放他人，而且解放自己，把宝贵的能量用在自己身上。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践行随他们呢？践行随他们是需要智慧的。在人际关系中，比如朋友不回复你，随他们；朋友组织活动不带你，随他们。不必对峙，也不必嫉妒，且不说背后的原因你可能并不了解。给别人选择的权利，同时也是给自己自由。我曾经有一次被朋友排除在圈子之外，当时呢是难过加气愤。后来想到自己并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那份友情，又怎么能够强求朋友想着自己呢？随他去。另外，我也看清了当时那份友谊在彼此心目中的分量，反而轻松了，不用勉强维持了。孩子对你的建议置若罔闻，随他。早上天冷，他非要穿短裤，随他。没有冻着，说明他的耐受力跟你不同；冻着了，他就记住了。你提醒他还书，他总是忘记，随他。有一天图书馆不让他再借新书了，他就记住了。成长的过程没有捷径，你替他做决定，实际上是延长成长的过程。随他是给他锻炼机会，只要我们适当的把握安全，是锻炼孩子责任感的好机会。父母的习惯你不喜欢，也随他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体会到了太多的父母以他们的判断把很多决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感觉，我们就不要再把这些做回到他们身上了。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常常对伴侣有所期待，包括他表达爱意的方式，你难过的时候他有没有及时的安慰你，他安慰你的方式，他对事业的追求，他对孩子的教育，他的理念等等等等。很多时候我们更爱自己心目中勾画出来的理想伴侣，而不是身边那位真实的伴侣。所以呢，我们很希望伴侣做出改变，要么提醒他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要么抱怨生气，试图他达到你理想中的样子。问题是你永远无法改变他，除非他自己愿意并且能够改变。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随他，只要他的行为不伤害他自个儿和别人。当然了，如果他酒后驾车，你还是要阻止他。你就会发现生活轻松自由了很多，你的伴侣呢也会感激你对他的尊重，能够感受到你爱的是他，而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个理想形象。我老公跟我就有很多的不同，很多时候我情绪激昂地跟他讲论一件事情，他反应平淡，让我觉得不同频啊。但后来我慢慢地觉得，多亏了不同频，避免了很多的争吵，而且呢，他的理智给我很多的力量和依靠。在职场中，同事或上司不采纳你的建议，随他们。你无法控制他们的决定，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专业度。你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随他们。你无法决定别人是否认可你，但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成长。公司裁员裁到你了，随他们。你的价值已经不足以被他们认可，强留又有什么益处呢？你无法掌控结果，但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投入和态度。当你真正的接受了随他们，你会发现，第一，
焦虑感降低，因为80%的焦虑来自于试图掌控不可控的事情。通过随他们，焦虑感可以明显下降。第二，自我价值感提升，建立心理边界后，心理压力可以下降50%。通过随他们，你可以找到心理平衡，你不再通过他人的认可来确定自我。第三，关系更自然和谐。60%的人际冲突来自于期待跟现实不一致。通过随他们，你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你尊重他人的独立性，彼此都轻松。随他们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更加积极的掌控自己的人生。随他们，掌控自己。随他们是一场从控制到自由的转化。当你学会了随他们，你就会发现，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别人如何看待你，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关系中最珍贵的不是对方的认可，而是你对自己的接纳。成长中最强大的不是他人的评价，而是你内心的平静。随他们不是放弃，而是选择。选择理解、信任和接纳。当别人表达真正自我的时候，你可以由此做出最真实的判断，最恰当的决定。于人于己都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呢？视频就到这儿，拜拜。